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蒙绸毛衣修狗款的制作方法。本教程第4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知社”进入查看。这件衣服分为身体、胸片、下摆、袖子、领子和装饰这几部分。先学习身体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往返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及纸质图解。开始打一个结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小样针数随机。完成后，将锁针对折，正面对着自己，锁针不要扭转。在第一针锁针外侧半针上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在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往左调锁针上方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就钩好了。我们将短针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身体的正面，这里为了方便钩织，从引拔入针位置这一针开始，往左输出一半的针数。在下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，没有记号扣可以用别针或回形针代替。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引拔入针位置的短针。这一圈需要在反面钩织，翻转织片，左侧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调针目对应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左侧针目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，不要钩到起立针对应的位置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钩第二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。
长针减针完成。接着一一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系腰扣前还剩2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对应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完成，然后钩一针长针，转移系腰扣，再钩一针长针减针，继续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结尾剩余2针。最后钩一针长针减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挑最上方锁针的2根线，引拔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这一圈在正面钩至，翻面，在上一圈起立针上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系腰扣注意对应转移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接着钩第4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最后引拔结束。第4圈完成，身体后面的圈数就按照这几圈的钩法，短针圈在正面不加不减钩至，长针圈在反面对应钩长针，部分圈数在起立针及系腰扣标记位置两侧进行减针。大家钩针时注意标记好位置，减针位置不要钩错。大家对照图纸将身体对应的圈数钩完，钩完第8圈可以测量一下尺寸，与图纸给出的尺寸比对一下，如果相差较大，可以调整手松紧重新钩制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接着学习胸片，分为后胸片和前胸片。先在前胸片对应位置往返钩织，
然后分左右肩钩织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完成后，在后片对应位置往返钩织。肩部同样分左右肩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3针并一针和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接着身体的线继续钩前胸片，想让这里针数与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开始需要渡线，打打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里穿过，拉紧，这样线圈就变成了一根线。翻面，在反面钩前胸片第一行，对照图纸，左侧间隔对应的针数，想让这里针数随机，接线。注意渡线贴合织物，不要过紧或过松。然后钩2针锁针，左侧针目钩1针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长针。结尾钩1针长针减针，看一下左侧距离标记位置间隔的针数是否与图纸对应。第一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注意结尾2针锁针起立针上不钩织。第2行完成，接着钩第3行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应边缘的短针，在左侧短针上钩1针长针，继续钩长针。结尾2针钩长针减针。第3行完成，后面按照第2到3行的钩法对照图解往下钩。钩织过程中还会遇到长针3针并一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钩法。在对应位置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下面我演示一下左右肩的钩法。对照图纸，先钩左肩，开始钩对应式样的短针，完成后渡线，钩下一行，在对应位置接线，想让这里位置随机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，继续对应钩1针中长针，对应式样的长针，结尾长针减针，
后面就按照这2行的钩法往返钩织，需要渡线的位置渡线，最后进行断线。然后钩织右键，领窝处间隔对应顺的针数，小样针数随机，在左侧接线，对应钩短针，钩完这一行，线头可以一起收一下。后面继续往返钩织，领窝位置注意渡线，左侧继续减针，最后断线即可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前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后胸片，在反面这一侧对应位置接线往返钩织，两侧在长针行减针，最后几行分左右肩分别钩织。方法与前胸片肩部类似，最后均断线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进行肩部拼接，在反面同时穿入对应肩部最后一行针目，钩织短针拼接。短针之间可以钩锁针间隔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拼接，织片对应纹理美观即可。具体拼接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渡线，将渡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
这样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下摆，在身体起针处逆时针绕圈钩织短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一圈，这里可以在起针引拔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接线，另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，然后继续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，第一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第一针锁针起立，调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最后引拔结束，第2圈完成。后面的圈数就按照第2圈的钩法钩织，由于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下摆的圈数仅供参考，大家可以估到对应的尺寸，具体尺寸可以参考结构图。最后一圈结尾的引拔针可以不拉紧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收针的方法。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，从引拔入针位置左侧第2针针目穿入，再穿入线头所在的辫子及后方一根线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，纹理更美观。线头在反面顺着纹理收好。这样下摆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，共2个，都分成了袖身、袖衫和袖边。先钩织，然后与胸片袖洞位置拼接起来。袖身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往返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，方法与身体起针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小样已经提前起好了，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先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引拔入针位置的锁针，再钩一针锁针间隔，下方跳过1针，调锁针上方半针钩一针长针，继续1针锁针，间隔1针钩一针长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1针锁针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，可以从下往上数，
找到第3针锁针，淋巴结束。第1圈完成，我们将第1圈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2圈，第3针锁针起立，1针锁针间隔，翻面，挑长针对应钩长针，锁针对应钩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淋巴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后面就按照第2圈的方法往返绕圈钩织，每一圈都要翻面，长针上下对应。大家对照图纸钩完绣身部分，注意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图纸圈数仅供参考，可以钩到绣身对应的长度。最后一圈在反面结束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绣身就讲解完了。绣身完成后，接着钩绣衫。第1行开始在正面渡线到对应位置，右侧留出腋下位置，然后在两侧减针。钩织时需要渡线，方法与之前肩部位置类似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即可，最后断线，这样绣衫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绣边，在绣身起针处挑空出的锁针洞眼，接线绕圈钩织短针，方法与下摆类似，只是第1圈入针位置不同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绣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绣衫部分拼接到胸片修动位置，在反面拼接，使用任意一侧线拼接。腋下空出的位置对应绣衫中间位置，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中间部分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按照肩部拼接的方法挑对应的边缘位置进行拼接，注意织片对应，纹理美观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拼接。到这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胸片领口位置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也用小样演示，在胸片正面找到前胸片中间靠近中间的一针，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绕圈钩织短针。短针的入针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短针均匀分布，织物平整美观，总针数为4的倍数即可。遇到动线一起包裹进去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淋巴结束，断线。第1圈完成，
接着勾第二圈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勾一针短针，间隔一针，在同一位置勾5针中长针。我们将其当做一个扇形花，后面就是间隔一针，交替钩织短针和扇形花。勾完这一圈，最后引拔收针。方法与下摆结尾收针方法相同。最后收好线头，这样领子就完成了。最后学习装饰分为前后片装饰、和袖边装饰两部分。前后片装饰分为耳朵、眼白、眼珠、眉毛、鼻子、鼻头、腮红、舌头、尾巴和缝合组装。先学习耳朵，勾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具体起针数请参考图纸。然后钩第一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5针锁针上挑上方半针，钩长针，继续钩长针。第一行完成，我们将第一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也就是线头在左手边这一面。接着钩第二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应下方的长针，在左侧针目上钩一针长针，继续对应钩长针。接着在最后一针长针和起立针上钩一针长针减针。第二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应下方的长针减针，左侧挑针目对应钩长针。结尾2针长针上钩长针减针。起立针上不钩织，第3行完成。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在两侧减针，注意起立针上不钩织。结尾几行减针，注意对照图纸钩织。
最后一针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后，钩3针锁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引拔，最后预留4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耳朵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大家将另一个耳朵完成。接着学习眼白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单环起针，然后钩第一圈，第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钩6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拉紧，最后在开始短针上引拔结束，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下方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短针。线头可以收一下，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短针加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剪断。第二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对照图纸钩织。注意结尾引拔针不拉紧。下面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收针。方法与下摆收针方法相同。线头暂不处理，这样一个眼白就钩好了，另一个眼白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几个。接着学习眼珠，采用环形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方法与眼白类似。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收针，起针线头在织物里藏好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。下面学习眉毛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返回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3针，再立2针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3针上挑半针钩一针中长针，继续对应钩2针中长针，两针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引拔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起针的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眉毛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鼻子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单环起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对应数量的长针，
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下方的起立针，在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完成一针特殊的长针加针，继续调左侧针目，对应钩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针长针。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长针加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二圈完成，后面第3到4圈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第4圈最后引拔不拉紧，预留40厘米线头收针，起针的线头顺着纹理收好即可，这样鼻子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鼻头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1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起针即第一圈，钩法与眼白对应位置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二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左侧针目上钩针短针，注意不要钩到锁针对应的短针上。下一针钩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短针。短针1针放3针完成，继续交替钩织这2针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拉线圈，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从左侧第2针锁针辫子下方进行收针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，线头暂不处理，这样鼻头就钩好了。接着学习腮红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4针锁针上调上方半针，钩2针长针，继续调半针钩长针，结尾1针钩7针长针。
倒到另一侧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对应钩长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开始的锁针上钩4针长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1圈完成。后面第2圈继续绕圈钩织，结尾引拔针不拉紧，预留50厘米线头收针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腮红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舌头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接着第1针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对应钩3针短针。最后一针钩3针短针，另一侧继续钩3针短针。第1行完成，我们将这一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对应钩3针短针。3针短针加针，2针短针，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侧边对应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1针短针，在开始短针的入针位置再钩1针短针加针，然后拉大线圈，预留20米线头，断线收针。这样舌头就钩好了。下面学习尾巴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方法与鼻子类似，前3圈完成后，起针的线头在反面藏好，后面不加不减钩织时正面均朝外。全部钩完后，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，这样尾巴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各部分缝合组装起来，将耳朵正面朝上，缝合在前胸片两侧，尖端朝向两侧倾斜，两侧对称，侧边距离边缘大概2.5厘米，大家可以用系腰扣固定好位置。接着在身体前面居中位置放上鼻子，反面朝上，将鼻头正面朝上，放在鼻子中间偏上位置，线头在上方，短针1针放3针位置对应两侧及下方。
舌头正面朝上，摆放在下方居中位置，尖端朝上，与鼻头间隔 0.5厘米左右，两侧对称摆放眼白，与鼻子间隔1厘米左右，与鼻头中心在一条直线上，眼白反面朝上，眼珠同样反面朝上，放在眼白居中偏上位置，眼睛两侧下方摆放腮红，腮红反面朝上，眉毛正面朝上，斜放在眼睛与鼻子中间偏上位置。这里不同尺码，装饰位置有所不同，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及实际情况确定位置即可。最后在背面下摆居中位置，固定尾巴，起针处朝上，沿着减针中间折叠，尾巴朝向一侧倾斜。具体造型大家可以按照喜好调整。位置确定好后，用预留的线沿着织物边缘将装饰与下方织物缝合固定。遇到针目位置就挑针目固定，起针处同样。侧边则挑边缘针法定缝。尾巴开口位置缝合时注意，同时穿入上下对应的针目缝合。侧边则挑贴近织片的线缝合即可，正面不要露出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注意，鼻头缝合完成后，线头暂不处理，需要修直线条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缝合，装饰缝合美观就可以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对应的织片线头穿入缝针，摆放好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沿着上方织片针目位置与下方织片定缝。可以稍微拉紧，尽量隐藏缝合痕迹。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这样两个织片定缝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这里我演示一下鼻头和舌头缝好后，鼻头下方线条的绣制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颜色随机。最后将鼻头的线穿到反面，分出两股，继续穿入缝针。从鼻头下方居中位置穿出，
在下面舌头尖端上方入针，然后沿着舌头上方向两侧修直线条，入针位置间隔1.5厘米左右，中间向下固定处转折，最后将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，这样鼻头下方的线条就修直好了。最后将鼻子整个缝合在对应位置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前后片装饰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在肩部对应的袖边居中位置制作袖边装饰，包括耳朵、口鼻、眼睛和腮红。耳朵钩织时遇到新的针法长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钩织耳朵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找到袖边对应的肩部居中位置，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在其右侧第7针上系线。先钩2针锁针，然后调针目对应钩1针长针，线头注意收一下，1针长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长长针完成。继续再钩1针长长针，3针锁针，在下方同一位置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，断线。一只耳朵就钩好了。继续在左侧间隔7针的位置接线，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1针长长针，继续调针目对应钩1针长长针，一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一针引拔针，断线。线头均在反面收好，这样耳朵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织鼻子，按照眼珠的钩法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然后取出钩织鼻头的线，小样颜色随机，抽取1股穿入细针，在鼻子反面中间偏上位置绣出一个倒三角，填满。
下方向两侧绣出0.5厘米左右的斜线段。在正面打结藏线，这样口鼻就绣好了。用鼻子的线将鼻子缝合到耳朵之间。距离边缘2圈左右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在鼻子两侧贴近位置，竖向固定2颗珠子。位置稍微偏上一些。多穿几次固定。然后从织物中渡线到另一侧。对称固定另一颗珠子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在眼睛下方两侧涂抹一点腮红，耳朵上也可以稍微涂抹一点点。另一侧袖子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制作装饰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装饰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速速解答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